球到底是怎么弯进去的？你看打者的表情，他脸上写着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就在5月29号，台湾投手邓凯威在美职赛场上展现了极致的大起大落。前4局，他疯狂送出6次三振，那种横移幅度简直像拿遥控器在投球，让打者怀疑人生。但偏偏他遇上了职棒最残酷的剧本，在展现单场7K 统治力的同时，却因为2次致命失投付出了惨痛代价，最后甚至眼睁睁看着牛棚把胜投给烧掉了。这场比赛真的让所有台湾球迷看得心跳加速，又感到万分纠结。说到这场比赛，真的只能用黑魔法来形容邓凯威的那颗 sweeper。这不是在打电动，但那种位移程度真的会让人觉得物理定律是不是失效了。不过，在我们深入解析这场比赛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2支球队当时的背景。主场作战的休斯顿太空人队在5月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，甚至因为严重的投手伤兵潮，包含 Hunter Brown 还有终结者 Josh Hader 都在伤兵名单里，导致战绩一度跌破5成。但是就在迎战密尔瓦基酿酒人队之前，太空人的打线突然苏醒了。他们在过去7场比赛拿下了6胜，团队攻击指数 OPS 高达 0.782， 简直是火力全开回到休斯顿。没错，太空人队当时的气势确实很旺，但他们的对手密尔瓦基酿酒人队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酿酒人队那时候可是稳坐国家联盟中区的龙头宝座，带着33胜20败的优异战绩来到大金球场。他们虽然长打火力不算最顶尖，但团队缠斗力极强，非常有韧性。所以对邓凯威来说，这场先发绝对是他从牛棚转入先发轮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期中考。他不仅要帮球队延续连胜，还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压制住这种季后赛等级的强队。这场比赛一开局，邓凯威就让全世界看到了他的威力。第1局上半，他直接面对酿酒人队的头号强打，也是前国联最有价值球员 Christian Yelich。结果邓凯威完全没有畏惧，仅仅用了3颗球，就让这位顶尖打者连续挥棒落空，领到一张热腾腾的3振车票。紧接着，他虽然让 Jackson Chourio 击出飞球，但随后又用那颗招牌的横扫球，让 Bryce Turang 挥空3振。首局只用了10颗球就完成3上3下，那种压制力真的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。他在第2局虽然遇到了一点小乱流，先是保送了 William Contreras， 接着又被 Garrett Mitchell 敲出安打，让对方攻占1-3垒。但在这种高压时刻，邓凯威展现了非常冷静的危机处理能力。他利用位移犀利的变化球，诱使打者击出3垒方向滚地球，让队友在跑者冲回本垒时成功完成触杀，最后顺利化解危机。前2局打完，虽然对方有攻势，但完全无法从邓凯威手上拿到任何分数，这完全奠定了他这场比赛魔王等级的基调。不过，棒球比赛最有趣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哪怕你投了99颗好球，只要有1颗球失投，代价可能就是1发全垒打。这场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3局上半，当时太空人队已经靠着 Cam Smith 的全垒打取得1-0领先。邓凯威在上场面对酿酒人第9棒 David Hamilton 时，其实很快就取得了2好1坏的绝对领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打者通常会很怕那颗 sweeper， 所以邓凯威跟捕手决定反其道而行，投出一颗94.1英里的4缝线速球。这个策略其实是对的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轨迹共轨，想利用速差跟位移的错觉来冻结打者。可惜的是，这颗速球的进垒点太甜了，直接进到 David Hamilton 的挥棒热区。这发阳春跑不仅扳平了比数，还终结了邓凯威连续13局50分的记录。我想这时候很多在荧幕前的球迷心都凉了一截，担心他会不会就此心理崩盘，开始出现年轻投手常见的连环爆。但我得说，邓凯威接下来的表现真的展现了大将之风。他在挨轰之后完全没有自乱阵脚，反而更专注在每一颗球的执行。面对接下来的3名打者，他冷静地重整旗鼓，回敬了2次非常漂亮的空振，再次演出3上3下。这种被重拳击中后立刻反击的心理素质，正是他在大联盟站稳脚步的关键。这也难怪太空人的投手教练 Josh Miller 赛后会公开大赞他的进步。
认为他的控球稳定度跟棒球智商都已经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没错，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这颗被称为黑魔法的 sweeper， 其横向位移到底达到了多少英寸，竟然让打者感觉球是在本垒板前直接转弯的呢？在进入更深入的数据解析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还有，跟大家分享，Stephen 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，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，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。带走喜欢的商品，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。好，刚才问到那颗 sweeper 的位移数据，现在我们就来揭晓答案。根据 Statcast 系统的监测，邓凯威这场比赛投出的横扫球，平均横向位移竟然高达16英寸，这代表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40公分左右的横向移动。难怪队友 Spencer Arrighetti 会说，这颗球在飞出48英尺时看起来像直球，结果到本垒板前突然来个90度大转弯，简直令人作呕。这评价真的太高了。除了位移之外，转速也是这颗球能成为黑魔法的关键。这颗球的转速高达2764 RPM， 在全大联盟所有的 sweeper 当中排名前10%。这强大的转速产生了明显的马格努斯效应，让球在对抗引力的同时，还能产生剧烈窜动。这场比赛，他全场制造了13次挥空，光是横扫球的挥空率就接近30%。不过到了第5局，体能的考验就出现了。邓凯威这场比赛总共投了91颗球，这是他大联盟生涯的新高。进入第5局时，他的放球点因为疲劳开始出现微小的偏差。在顺利解决前2名打者后，他保送了 Christian Yelich， 这也成了后续失分的伏笔。接着面对 Jackson Chourio， 邓凯威想用他最信赖的 sweeper 来抢好球，但这颗球因为扣球力道不足，没有如预期般掉下去，反而变成了一颗挂在红中偏高的肉包球。那颗球真的太致命了，在大联盟只要失投到那个位置，几乎就是等着被送出墙外。Jackson Chourio 果然没有放过这份大礼，直接扫出一发超大号的2分全垒打，这一棒把比数拉近到4-3。虽然邓凯威随后稳住抓下最后一个出局数，带着胜投资格退场，但我们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，当他的体力下滑，球的转速跟位移下降时，被击出强击球的几率就会呈指数型飙升。这也是他未来要成为顶尖先发投手必须克服的课题，如何在高用球数的情况下，依然维持球质的稳定性。他主投5局，飙出7次3振，失3分都是责失。虽然挨了2轰，但在他退场时，球队还是领先的。结果没想到，太空人的牛棚在第8局发生了集体性的崩盘，主力后援 Brian Abreu 一上场就连丢2个保送，接着上来救火的 Brian King 也没能守住，被酿酒人队追平比数。不过我们看比赛不能只看胜投这个栏位，这场比赛邓凯威展现出来的 K 攻，还有他在高压环境下的调整能力，其实已经深获教练团的信任。总教练 Joe Espada 在赛后也提到，邓凯威在先发轮值短缺的时候挺身而出，这91颗球的耐投度，证明了他不再只是一个中继投手，而是有能力竞争固定先发席位的强悍战力。我们来整理一下邓凯威目前的球种战力。他的 sweeper 绝对是 A 加等级，使用比例约 36.5%， 是他的绝对武力。四缝线速球均速约94英里，虽然具备不错的转速，但控球必须更精准，不能像这场比赛一样失投在红中。此外，他的伸卡球跟曲球在改变打者节奏上也发挥了不错的辅助效果。如果未来他能把目前约 10.3% 的保送率再降低一点，提升前3局的用球精简度，他的天花板绝对不只是目前的表现。没错，这场5局7次3振的比赛，虽然结局让台湾球迷心碎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了邓凯威无限的潜力。他赛后的防御率目前维持在 2.57， WHIP 值 1.10， 这在竞争激烈的大联盟先发轮值中是非常优异的数据。媒体跟球评现在对他的评价都非常正面，特别是他在失分后不崩盘的心理素质，被认为是具备顶级先发投手特质的象征。
这场比赛虽然没有拿下实质的胜投，但在球队内部的评价中，他无疑是这场比赛的英雄。他已经用实力向全联盟证明，他手中的黑魔法是真实存在的。打者如果想从他手中讨便宜，绝对没那么容易。只要持续精进控球，减少体力下滑后的失投球，我相信他很快就能成为太空人队不可或缺的前段班先发投手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。虽然这场比赛的剧本很残酷，但邓凯威展现的大将之风，真的让我们对他在大联盟的未来充满期待。不知道你们觉得邓凯威这颗 sweeper 还有哪些进步空间，或是你有什么看法，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球友们。我们下次野球特报再见喽，拜拜。